大家好，我是微庄主。那我们今天聊什么呢？我们聊低空经济。昨天呢，在圈子当中的直播呢，我跟大家已经聊了一些关于低空经济的话题。那今天呢，我再录一个短视频来跟大家聊一聊。那我们现在呢提低空经济，可能很多读者觉得说，哎，是不是晚了点？因为毕竟行情3月份就已经开始启动了。鉴于我们在过去一轮周期顶部抓的都还比较 OK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低空经济这个话题。首先呢，就是我想问朋友，就当一个新的热点出来之后，你能够理解多少这个相关的热点？我们在以前的视频当中，包括我大概几个月前吧，我特意录了一个视频，讲的是关于新能源。我们说到底怎么去分析一个热点？其实热点层出不穷，每个月都有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去看相关的研报，肯定都是利好的，肯定都是它有多大的这个潜力哈，多么大的这个行业规模啊，将来行业规模每年可以上升多少。那么我们返回去想，像电力设备也是新能源这样的方向，在过去2年下跌了多少？那么在真正的基本面上，它真的下跌了那么多吗？没有啊，新能源普及一直是越来越好的，基本面一直都还是越来越好的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讲说我们只看基本面的话，其实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哈。我们就算把低空经济所有的研究报告全部都看明白了，最后可能也就是一个结论，就是低空经济很好。因为所有的研报它肯定都会说它好，不然它写它做什么呢？对吧？所以其实呢，我们把低空经济的基本面都研究一个透彻，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去真正的告诉我们低空经济如何去买，如何去买的买点跟卖点是什么哈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热点之后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以前的老的方法，扒开它的外衣，看它的行业，然后通过它相关的行业来分析它的周期位置，分析它的景气度。关于低空经济呢，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基本面的东西有很多，那我们不往里深挖，但我觉得还是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想跟大家分享。一个就是说低空经济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它就是说在这个空中空中低于3000米的这一段空间，我们怎么去利用它。本质上呢，低空经济其实就是一个军用向民用的一个过渡，跟以前飞机是一样的嘛，对吧？我们飞机以前是军用嘛，军用，然后逐渐军用这些技术开始向民用过渡，开始就是有民用的飞机啊，然后就是航空运输啊什么的，是吧？那这次其实也一样哈。那这次这个俄乌战争，我们也知道，俄军的这个就是无人机损失非常的严重，那他们也讲说，哎，他们将来未来的产业会在这个无人机上发力，那等于说，其实它跟飞机是一样的，逐渐的就会从军用到民用这样去过渡。那我们看呢，低于3000米的这一个空间呢，可以做的有很多，有新能源飞机，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新能源的飞机啊，然后直升机，其实这里就是一个运输货跟运输人，还有这个就是垂直起降器的意思哈。然后呢，就是地表呢，这里就是民用，包括拍摄，包括什么的，就是挺有意思的。我们从地表到空中这3000米可以分成很多个阶段去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哈，就把整个这个空间全部都立体的利用起来。其实这就是未来的一个低空经济啊。然后我们再看呢，我们未来30年的话美国的低空经济结构变化，其实这蛮有意思的。我们看，其实低空经济的应用端也就这4个。那现在呢，2020年左右呢，其实主要就是军用嘛，对吧？然后后面就变成什么物流、出行跟航空替代。最后我们会发现，等到或者到2040年的时候吧，我们会发现一半一半都是什么？都是出行跟物流，本质上就是一个运输人，一个运输物。我们非常期待到那个时候，低空经济就在这个地表跟3000米高空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一半的应用是运输物流，有一半的应用是运输人、运输交通，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值得去了解的一个方向，就是我们将来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因为这个技术可能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，其实也不远你看20年左右，我们看那全球，我们刚才看的是美国嘛，发达国家，我们再看全球呢，全球这个低空经济的各个国家的一个比重，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就是中间这一块，看嘛，我们中国一直在这儿说明都还是领先的，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甚至比美国还高，
看到吗？这个总量的格局，然后未来他们会逐渐追上来，逐渐努力，那我们也会占很高的一个名额。这个报告是从好像是艾瑞咨询嘛，也是比较权威的报告当中我看到觉得说，哎，还蛮有意思的，因为它对我们未来的可能会产生一些生活上重大的一些影响。那我们说呢，热点方向出来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先打开外衣看。我们打开这个低空经济的外衣，你们想象一下，它第一个会是什么样的？会是什么行业？我当时其实我第一反应就是肯定是军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现在应用就是军工啊，它现在它本质它的技术是军用的嘛。果然国防军工看到吗？国防军工就占到了56%。那我们说国防军工属于什么方向？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A 股的3大方向。我每次直播也好还是什么也好，只要有机会我都会跟大家复习，蛮重要哈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是红利类的、稳定类的嘛，对吧？就是它的净利润，它的公司已经处于成熟期了哈，包括一些垄断行业。第二类就是周期类哈，这种周期类指的不是那种商品的周期类，我们这个周期类是指的跟宏观周期相关的这个周期类。第三种是成长类，也就是跟它自己周期相关的哈，比如说国防军工这样的，它的周期会更长一点。其实也是这一轮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中国的股市它的长度有限，它不像美股，它100年股市，你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。那现在这一轮出来以后，我们发现这个周期位置整个就是说在成长方向，周期位置是跟这种周期是不一样的啊，这个未来我们再慢慢讲。好，那我们说呢，它属于这一个风格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再看说这一个风格，成长类的风格现在走到哪里？我们用中证800成长跟中证800价值，就是为什么都用中证800呢？我们除去市值大小影响，只看它的风格，会发现它已经到了一个极值。这是什么极值？这是套利 K 线哈，套利 K 线不懂的看以前的内容。为什么要看套利 K 线？是为了选品种，知道它的位置。那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值，什么意思呢？用成长比上价值，如果它均值回归的话，成长会相对价值上升，对吗？那同时呢，国防军工又是属于成长，那我们会认为说，哎，在未来中长期的话，国防军工这个方向还是不错的，还好。那我们再看它的周期位置，底部反转，对吗？我们看它一轮周期多久？这里是它的一个底部，6年，然后2019年加一个6年，就2025年左右。2024年左右，它没有那么精准哈，就是大概一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目前看呢，就我把整个这个国防军工的股票也好，还是指数也好拿来看，它在这个位置应该还会震荡一段时间。但是我们打开低空经济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低空经济的股票，特别是成交量很高那些股票，都已经走到了前期的新高。什么叫前期？就这种位置的新高，就卡在这个位置了。那如果说它隶属于这一个行业，而这个行业还在这个位置的话，它可不可持续？这种行情是不可持续的。所以说，其实如果我们看低空经济指数里面，这里我就不拿出个股单独讲了，因为怎么讲？因为就是公开的视频讲这个是不太好的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到时候我在圈子内的直播会跟大家聊一聊也可以。就是说，低空经济指数里面有69只股票，就69只股票是跟低空经济相关的。那它涨得比较好的那前5只呢，你挨个打开看，其实它都已经独自冲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。就是说，它不可能脱离它行业的基本面大幅度上涨，这也就是炒一个话题，明白吗？它如何才能走更好？就是说，这个行业整体也在往上走，并且技术面非常好。那目前看呢，还没有到，当然性价比是非常 OK 的。整体这个国防军工行业的位置跟性价比是很 OK 的，是可以作为中长期定投的方向。但是如果说短期内会有一个大爆发，像低空经济那样的大爆发是不太可能的。所以它其实怎么讲，就是那几只股票独立走概率太小了，风险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如果你做低空经济方向，如果你已经有仓位在里面，建议你启动顶部策略。那什么是顶部策略？什么是顶部策略呢？就是不加仓，然后时刻观察顶部的结构。顶部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？在圈子当中都有，应该是免费圈也有，建议大家去看一看，然后时刻的观察，不要被套住，因为这个如果要是启动不了，可能时间就蛮长的。那这里呢，也跟大家做一个直播的预告啊，很久没有跟大家聊天，很久没有做这个直播了。那么5月31号晚上9点钟，我会跟大家
做直播，那会涉及到 A 股各个行业，会涉及到商品、黄金、白银、原油，到时候看情况。那谢谢大家，欢迎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主页更多精彩视频。